从小呢，我的爸爸妈妈就夸我的记忆力很好，不管是听写啦、背文章啦，还是背歌词啦，都是一级棒的，羡慕我吧？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谢谢我的妈妈，因为她常常准备补脑的食物给我吃，所以现在我成为艺人之后呢，背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哈，最近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我常常忘记要做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哈？No。我觉得我的问题跟我的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操劳过度、睡眠不足的关系。你有这样的问题吗？有人说呢，倒着走路可以加强你的记忆力哦，你觉得有用吗？又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小偏方可以介绍吗？坊间流传着不少解决记忆问题的偏方，但是这些偏方真的有效吗？有人说，小孩子的脑袋呢，就好像海绵一样，越早开始开发脑部，记忆力跟吸收能力就会大大的提升。所以有一些家长呢，就会在孩子还是婴儿或者是2、3岁的时候，就为他们报读各种的课程，或者是参加各种的活动，来激发他们的脑潜能。有一位艺人呢，就在自己的女儿8个月大的时候，送她去上右脑开发的课程，而且平时呢，他也会为孩子准备各种补脑的食物，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Candice 你好，又见面啦。姐姐你好。我听说啊，你的女儿8个月的时候，你就让她去上课。8个月还是 baby 耶，上什么课嘞？因为我比较在乎他智力的发展，我也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啦，就可能够开发他们的右脑，而且这个右脑开发一定要趁早，就有一个黄金时间。哦，这样子，那那个课程是要做些什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呢？短短的40分钟呢，它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就可能先讲那个唐诗啊，然后听故事啊，学英文啊，学简单的数学啊，然后用很快的节奏，一个接一个这样咚咚咚咚咚。当然还有 flash card 的图卡，你有带你的 flash card 来，是可以示范一下吗？他们是以那种非常快的速度，打个比方说，他们就这样。不可以慢，而且即使我的速度已经蛮慢了，老师更快，让小朋友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注意刺激他们的脑子，就有这样的课程就送他去试一试喽。Dr. Ding，请问你，小孩子的记忆力是真的可以被训练的吗？小孩子的记忆力呢，是肯定是可以被训练的。脑本身呢是一个感官的器官呢，所以通过你的触觉啊。你的味觉啊，你的听觉啊，你的嗅觉呢，或者是通过呢活动啊，跟周遭交流学习，肯定是可以促进脑的发展跟记忆力的成熟的。那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这个右脑开发课程啊，听说上了这个课程，孩子会变聪明，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一方面呢，肯定是有帮助的。对脑科学来讲呢，左脑呢其实有一点好像我们所谓的数码脑呢，有点 digital 这样子的功能了。右脑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像有点 analog 这样子的功能。比如说语言的话，就是一个数字化。哦，左脑。语言是用左脑操作，但是你语言里面的这个情绪的表达，一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的音上跟下代表的潜在的情绪就不一样。这个的话呢，就是很多方面是右脑的这个功能了。参加右脑开发课程的话，肯定是固然有好处了，因为它是一种锻炼嘛。但是也不要忽略孩子其他能够发展右脑的活动啦，比如说户外活动啦，交流啊之类，才能够更加的平衡的发展小孩子的脑部。那除了让你的宝贝女儿去上课之外，你还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补品啊，或者是偏方啊，让她变得更聪明？有因为我比较怕输啦，我就有煮聪明汤。哒哒，它的食材就是这样。它聪明的部分应该是这个核桃，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核桃嘛，它的形状像脑，所以吃的话呢会变聪明。好，然后通常我都会加玉米啦，这样子会比较甜。可以加猪骨，不过我喜欢加鸡胸肉，比较不油，比较健康。水果呢，把食材放进去之后呢，熬1、2个小时就行了。耶！我先开动了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如果熬久一点，我相信会更好。对，会更入味了。
江医师，请问你这个人参益智聪明汤啊，它到底是哪一方面，或者是哪一些材料做到了这个益智的功效呢？首先，它人参、西洋参，它有补气、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有帮助记忆力、帮助这个学习能力的作用。然后核桃补肾、补脑，所以它也有帮助这个记忆力的作用。那里面还有一些白桑啊。加上玉竹，它能够帮助这个药的吸收，然后还有龙眼啊、茯苓啊，它的作用就是给小朋友睡得好，睡得好，他第二天才有精力，学习才能够吸收。那是不是简单的核桃糊啊，还有核桃就有同样的效果呢？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如这张方子的功效来得大。因为核桃它本身，你如果生吃的话，口感不是很好，而且吃多的话，它容易泻肚子，因为它里面含有的那个植物油很丰富。子韬你好，好早安今天要跟你讨教啊，关于孩子健脑的食品。然后很多家长呢会叫他们的孩子吃鱼肉啦、鱼肝油啦，或者是一些含有 DHA 的食品，据说是健脑。对然后孩子们吃了可能会变得更聪明，真的有这样的效果吗？其实会不会变聪明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但是一些食物里面的成分是真的有帮助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 DHA， 主要在深海鱼类里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脑细胞和眼睛细胞发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发育比较完整，就对小孩的整个脑的功能会比较好。脑功能好的话，就是代表他吸收能力强。对，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专注力会比较好，吸收能力会比较强。那么有哪一些适合小孩或者是学生吃的一些健脑的食品呢？也就是含有 DHA 的食物。那 DHA 比较高的食物呢，主要是深海鱼类，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这些。那大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也可以添加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些其实也是帮助脑细胞发育和修复的一些东西。所以一些坚果类，比如说像核桃啊、杏仁这些也可以加进去。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老一辈吃脑补脑、以形补形的说法吧？那到底有哪一些食物的形状跟人脑最接近呢？对了，就是猪脑。但是为什么不是牛脑或者是羊脑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年在我们读书考试的时候呢，我的妈妈一定会炖猪脑给我们吃。我不敢吃，但是我的哥哥弟弟们呢最爱吃，所以考试成绩他们总是比我好。现在有点后悔莫及。就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会买猪脑回去煮呢？Hello， 老板你好。哎，你好。请问你有卖猪脑吗？有。好，一些什么样的人来跟你买猪脑呢？这些安迪还是泰国人都有咯。他们用的煮法就是蒸蛋或者煮药材咯。在小孩子考试的时候，他们来煮提神哦。所以小孩子考试期间这个是特别好卖，很好卖啊。现在还是一样吗？还是这么好卖吗？现在比较少了，人家年轻人不懂得讲煮了。不懂得哦。好，老板，我这2个我要。 OK， 谢谢老板，我会去煮猪脑了。Thank you， 拜拜。妹妹，你知道啦，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呢，记忆力就会越来越差。那我跟你的年龄差不多，也没有相差很远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姐姐，我觉得我们的年龄有差很远，所以今天你准备的这是为你自己准备的，对不对？ OK， 就算是差很远你也是会长大的嘛，对不对？预防的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OK， 这个偏方呢就是猪脑汤，很简单的，就是猪脑，然后再配上这些药材，白山、姜片、桂圆还有枸杞。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在处理这个猪脑。买来之后呢，你看这个猪脑不是有很多血丝吗？洗干净了之后泡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后，这些血丝就会浮起来。然后呢，你就用一个牙签把这些红丝敲起来。 这个处理好了之后呢，稍微穿烫一下就可以了啦。然后把这个药材放在里面，就这样炖大概1到1个半小时。先喝汤啊，我们2个都没有吃过，也没喝过。哎，很 OK 哎，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清甜。OK， 好，第1关过了，现在来第2关。我跟你讲，它煮熟的那个样子，我更受不了。来喽。 你的表情好笑，赶快喝汤！我不要试了，我不要试了。它
它是感觉好像豆腐这样的吗？但是因为你知道它是猪脑，所以吃下去有点恶心，因为你看到那个脑，然后你吃下去，然后软软粉粉这样，但是其实它没有什么味道，要不要吃一小口？喝汤应该就够了，而且你比较需要。谢谢你，林医生你好。你好，钟琪想要跟你请教啊，真的是可以吃脑补脑吗？这个猪脑对增强记忆力真的有效吗？在这个中医药的古籍里面，它的确有记载是说，猪脑是可以补这个脑髓。但是呢，如果你要用到猪脑，你一定要配合其他的一些补肾药，它才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因为我们中医来讲，肾主骨生髓。因为这个髓呢，就包括骨髓跟脑髓，所以如果你想补你的这个脑的话，你一定要配合这个所谓的补肾药。但是我个人呢，并不是很推崇啊，去吃这个猪脑，因为在古籍里面，它也记载着，其实这个猪脑有小毒，因为它的胆固醇很高，对于那些高胆固醇的人，或者说三高症的人，我想就不太适合吃。在营养学里面的话，没有所谓的以形补形这个东西。那猪脑本身里面的成分呢，其实包括了一些不饱和脂肪啊、饱和脂肪等等之类的东西也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大脑的细胞制造还有修复的一些原料。所以如果吃了之后呢，它其实会补充到这些东西。但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食物也都有饱和和不饱和脂肪。不一定需要去吃到猪脑这么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来做到那个补充的效果。Dr. Yang 你好，最近有不少的年轻人啊，或者是成年人，就是大概30多岁、40多岁，就觉得说记忆力越来越差。那到底是什么导致记忆力提早衰退？有些时候就是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的啦。比如这个睡眠不足啦，这个酗酒啦，还有这个摄取不足一些维他命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些病理问题，比如脑疾，就是这个脑肿瘤啦，脑发炎啦，脑部创伤，还有这个多发性梗塞的这个中风。另外一点就是可能也是有这个甲状腺功能退化。这些都可以造成这个记忆力提早衰退。这个睡觉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修复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大脑功能，进而使这个记忆力衰退。所以说一孕傻3年，很多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记忆力衰退、丢三落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现象。是不是所有的孕妇都会经历这样的状况呢？如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那么一孕傻3年，生一个孩子傻3年，如果生3到4个孩子，不是要傻10多年吗？让我去问一问一位生了5个孩子的妈妈，看她到底傻了多少年。Caroline 你好，你好 ，Kim 你好，真的看不出你是5个孩子的妈妈哎。Thank you。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吗？一孕傻3年呐，就是你生一个孩子呢就会傻3年。你已经生了5个孩子了，那我不是要傻15年吗？呀，你算得很快啊！你生了5个孩子下来，你会不会觉得记忆力大大减退呢？就是从第1个孩子之前到现在5个，还没有生孩子之前，还有生孩子之后，比起来一定是会有差别啦。你怎么知道你是记忆不好呢？呀，忘记了 actually。Oh my god， 的记忆力真的是有差。举个例子，就是很像我要叫我的大女儿，我就叫小的叫第4、第3、第2，叫到完了都还没有叫她的名字。那是因为孩子生太多了，跟记忆力没有关系。可能生孩子之后要照顾孩子，睡眠不足，然后要记这个要记那个，压力很大。我的孩子他们都有注意到嘞，他叫我你妈，你不是 amnesia， 你是 momnesia。这么可爱，不要紧，我们来个测试啊，看看你的记忆到底有多差。OK， 好，来。记忆力小测试，在20秒的时间内记住12张图像。2位在短时间内能记住多少张图像呢？20秒了，我忘记了。好，第一题，请问右上方的图是什么？右，左右。忘记了。好像快就第2题了啊。第2题，请问左下方的图是什么 ？Donut。哦呀，对，donut，对 donut。第3题，请问图板上有什么球类？橄榄球啦，高尔夫球。哦 yes。第4题，请问图板上有多少个甜甜圈？1个啦，2个。最后一题，请问车子上放置了什么 ？Christmas tree。成绩揭晓，来。她答对了3题。好，恭喜。钟晴小姐答对了1题。不可能，我才1题，你3题。我1个孩子都没生过哎。
没有啦，可能我是最近吃的一些补脑的食物。我刚才煮了一锅白果粥，你要不要尝尝？要，马上立刻。OK， 里面有红萝卜，有鸡肉碎，还有蘑菇，当然是有白果。哦，我还以为是白果跟白粥哎，想不到是这么丰富的。因为白果的味道比较重，所以要加一些其他材料。哦，听老人家说吃白果可以加强记忆力啦，所以偶尔就会煮一些粥，然后加大概10粒、20粒白果进去，就给大家吃咯，一起吃。听人家说多吃银杏就会变聪明，那银杏就是白果对吗？银杏跟白果是不同的。好，银杏我们讲的是银杏树是一个植物，那么银杏结的果实叫做白果。白果的功效主要是化痰、止咳、好定喘的作用，它用在呼吸道方面。银杏的话呢，它有一个部位能够帮助记忆力的，我们讲的是银杏叶，因为银杏叶它可以扩张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这个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记忆力衰退，它是有帮助的。这个白果不能拼命的吃，白果因为有小毒的，所以你可能吃了很多白果，吃到中毒了，它也不会变聪明。所以平常吃的时候，一天不能吃超过15粒的白果。那么小孩的话，不要超过5粒的白果。道德丁有一些妇女啊，生完孩子之后就觉得说自己的记忆衰退了，那是不是啊，生产啊或者是怀孕，真的是会影响到这个妇女的记忆力呢？从这个生理还有心理上来讲呢，其实对妇女来讲是一定的负担的。当然，睡眠呢变成是一个困难，就是你不能够像没有生孩子以前的那个一觉到天亮这样，没有这种享受，没有这种享受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心理的负担呢。OK， 就是担心孩子之类。所以呢，就会造成呢这个妇女呢这个集中力呢可能会下降。集中力下降的时候呢，就会感觉记忆力就没有这么好。那如果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越来越差了，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我们还是要从根本的原因去探讨，就是自己的伴侣给予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支持，能够让妇女呢也有一定的足够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一方面呢，至少能够给妇女呢很大的帮助啦。记忆力衰退是正常的人体老化现象，很多人在接受了这个现象的当儿呢，也很容易误以为记忆力衰退最终会变成失智，到底是不是这样呢？Dr. Ding，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老人家说：“哎呀，我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一定是患上老人痴呆症或者是失智症。”真的是会这样吗？老年人方面的健忘症呢，其实并不代表是失智症了。当你的健忘呢带有生活操作上面的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自主性开始下降，家里人要开始要提醒啊，这一方面呢才符合这个失智症的这个诊断的标准呢。除了健忘、上忘以外呢，这个行为上面的变化呢，提示有可能是一个失智症的早期的一个症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智症的呢？其实呢，失智症呢是脑里面呢产生了一系列有毒性的蛋白质了，然后这种蛋白质呢就会造成脑细胞的死亡以及退化。像比如说在这个磁共振的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我们的脑呢，我们叫做颞叶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记忆力的这个中枢了。一般上比较年轻或者比较正常人的话呢，这个部分是相对来讲比较饱满的，就没有这个黑黑的影子的。对，这个你可以看到相当的明显，很宽，是退化的这个现象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减缓老人的记忆力衰退呢？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态呢，是最直接影响这个脑的健康的，所以一定的运动、一定的活动，控制脑血管危险因素，这个是最重要。学习不一样的新事物，学习不一样的兴趣，对。谢谢 Dr. Ding， 不客气。我们都知道老人家要保持活跃才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所以我就上网呢就查了一些看什么老人家要做些什么东西的，就看到有一系列的这个运动，很简单的，第一个是摇头晃脑，就是这样，左右摇动前后。第二个呢是梳头，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动手指，就是开关，还有交叉了。
所以这几个简单的动作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延缓记忆力的衰退？这个摇头晃脑呢，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我觉得不是太适合，因为年纪大的时候，一般上很多时候是气虚啊、高血压，或者是动脉血管硬化，尤其是后面有2条这个大动脉。这个呢是供血给我们大脑的。那如果老人家摇头晃脑，一不注意呢，万一他伤到了这个动脉呢，那就不是太好。危险，对，危险。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比较柔的一个向左向右这样的一些舒展的动作，那是 OK 的。那对于这个梳头发，这个倒是不错的一个建议，因为这个头部呢是我们所有12经脉里面所有的阳经会经过的这个部位，所以梳理这个头呢，就的确是可以有一些改善。我们这个手指的开关。当然是由我们这个大脑来控制的，所以常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它的确也是可以帮助的。所以今天啊，林医师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补脑的食疗方，对吗？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一个健肾益智汤。所以这个食疗方是需要哪一些药材呢？那么这个是腰豆，它对一个补肾啊、补充我们身体这个营养是效果很好的。再来就是淮山，它有那个健脾胃、补肾的一个作用。肾主骨生髓嘛，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脑髓记忆力更好，我们一定要配合一些补肾的药。那再来这个就是百合，那这个是莲子，这2个药呢，对于补脾胃或者是润肺都有一定的功效。那在这个汤里面，它最主要的一个功效是它有安神的作用。那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益智仁。这个是一个健脾补肾，然后帮助我们记忆力的一个药材。最后一个药材呢，就是红枣。除了有补血，它也有一个安神的作用。通过一个好的睡眠啊，我们身体才可以得到一个修复。那么当然对你这个记忆力啊或者学习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等大火一滚呢，我们就关中小，大概要煮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让我尝一口。好，让你来尝尝看。好像有一点胡椒。这个胡椒的辣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益智仁哦。因为益智仁它本身也有这个止泻的作用，所以它就带有一点点辣。哦，完美，谢谢林医师，谢谢。跟这么多位专家聊过之后呢，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只要照顾好大脑的健康，就可以减缓记忆力的衰退。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多刺激思维，让大脑活跃起来。同时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尽早预防记忆力的衰退。好了，祝君健康，晚安。